来人已经3000天找不到女朋友，但他掌握了一种神奇魔法，只需精心准备一顿饭，就可以与当天遇见的美女在想象中享受一顿浪漫晚餐。上班族和田李生平日在电子公司工作，周末则在地下乐队弹贝斯，但这两样在通常的婚恋市场里都是很吸引人的特质，但他并没有变成讨人喜欢的异性磁铁。相反，他对女生只会唯唯诺诺，连工作中也总是被批评，整天不断的道歉说对不起。因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获得别人的一句赞美。那天乐队演出结束已是深夜，对李生而言，经过被训斥的一天后更想大吃一顿，于是他在超市打烊前最后5分钟冲了进去。今天还是自己来做饭是吧？真没想到这么年轻还这么能干呢。这是李生今天收到的第一个赞美，温暖的感觉让他情不自禁笑了。快关门时的超市里只有李生和清洁工，简直是社交恐惧者的天堂。还有很多商品打对折，李生选了打折的猪肉、盐区和特价的青花鱼罐头，还有些西生菜、胡萝卜和西红柿等蔬菜。经常下厨的李生总是带着购物袋，店员阿姨看到年轻的他都很佩服。李生回家后熟练地挂好外套，然后把心爱的贝丝摆好，穿上围裙开始准备做饭。但在这之前，他还有个习惯，那就是拿出冰箱里的冰啤酒来缓解一天的疲劳。今天我也真够辛苦的，深夜才开始做饭，感觉特别有劲。拿块生姜剥皮切丝，另一块磨成泥备用做猪肉酱汤，把调味料加进干净的米里，倒足够的清水，然后把打折的青花鱼罐头也倒进米里一起煮。剩下的罐头汁很营养，但做饭时用不上，保鲜膜覆盖后放冰箱，留着下次用更节约。往饭锅加姜丝开始煮，接着准备制作猪肉酱汤。用锡纸球洗牛方是小技巧，胡萝卜切成7毫米的扇形，牛蒡和香菇切薄片，连香菇根茎也别浪费，撕成条可以更好吃。大葱和青葱切成末，再把魔芋撕成适口大小。这期间李生不停自言自语，他一直自夸厨艺好，这时候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。然后把猪肉切成小块，所有配料都准备好了。首先把魔芋干炒在锅里，这样除了去异味还能让它更入味。接着放芝麻油和葱花，中火炒香，然后把猪肉胡萝卜全都倒进锅里，往锅里加水、牛蒡、香菇和酒煮沸。这招能让猪肉酱汤更加好吃。哎呀，又不小心做多了2人份。李生想了想，反正吃完1碗还会去添第2碗，做2碗也无所谓了。吹饭器的饭已经好了，撒点黑胡椒，香味更浓。喂，还要等多久？李生转头一看，餐桌前有个女孩子坐着。这个女孩在乐队演出时站在人群中，她的美貌和热情的眼神让李生在台上一眼就看到了她。女孩催李生快点吃饭，李生给她端来了1碗猪肉酱汤，又特意盛了1碗青花鱼炊饭。女孩一口饭吃下去，惊讶地说：“这真好吃，花椒的味道让舌尖辣辣的，香气微微，有点让人着迷。就用便宜的青花鱼罐头也能做成这味道。李生的厨艺真棒，猪肉酱汤的咸淡恰到好处，姜蓉完美的融入了汤里，让人浑身暖洋洋的。”女孩自称是李生的粉丝，因为李生弹贝斯的样子太迷人，所以她一直在台下看着他。她说李生和眼前这顿朴素的饭菜一样，虽然外表普通，但一口下去就能明显感受到它的美味，见货还有电击般的刺激。李生倍感感动，因为他平时总被批评，不太习惯被夸。当最后一粒米入口，那女孩也从房间消失了。看着桌上的2副餐具，李生觉得刚才的一切可能都是幻想，但他仍决定做一份女孩喜欢的浓汤。正当此时，他的青梅竹马质子来电了。质子在纽约，2人长视频聊聊日常小事，但关系好像只是普通朋友。一个单身3000天的男子，渴望和美女共进晚餐的心有多迫切。在电器公司工作的上班族李生，每天都规规矩矩地完成任务，周末则去地下乐队演奏贝斯释放压力。但他还有一个极度热衷的爱好，这就是闲暇中的美食幻想。因公司线路维修，突然通知所有人下午得在家工作，听着就像是放假一般。想想回家要吃点什么，似乎还有些胡萝卜。李生在幻想着结束工作后能给自己做点美味的菜。突然女上司悄悄出现在他背后，提醒他下午3点还有事，要和重要客户开个线上会。得知这任务的时候，李生立刻想起一个美女，她名叫樱井祥子，是合作方的项目接口人。初次见到樱井，李生就认为她非常美丽，这次又能见到她了，李生不由得靠墙傻笑起来，连路过的同事都被吓走了。午休时，李生赶到超市，先挑了几个洋葱，接着去了打8折的冷冻区。他认为哪怕烧开冷藏柜，温度都会快速升高，超市电费将会上涨，也可能影响其他食品的质量，因此他总是紧贴着冷柜玻璃观看。
挑选好后迅速开门，迅速取货后立刻关门。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那些开门挑选商品的人，因此他实在是受不了。千奇百怪，北方，但对于这种社交恐惧症的性格，他根本不好意思说什么。回家后，李生首先准备视频会议需要的东西，看了看时间，还剩半小时多一点，他就带上围裙，从冰箱拿了瓶冷啤酒。啤酒刚要喝，他又觉得自己还在工作时间，所以我又放下了啤酒，整理了下要用的食材：蟹味菇、胡萝卜、洋葱和冷冻海鲜什锦。最合适不过的是做奶油炖菜了。现在开始准备，等视频会议一结束，刚好食物味道也融合的差不多，可以享用了。这就是在家远程工作的小确幸之一。洋葱去皮切薄片，切洋葱不掉眼泪的小技巧，眼泪掉下前赶紧切完。胡萝卜切成滚刀块，用手撕蟹味菇更香。锅里放黄油，加热至融，然后加洋葱、蟹味菇、胡萝卜，炒2分钟后加入海鲜什锦。虽是超市的促销品，此刻看着却很高级。奶油炖菜通常加牛奶和奶油，但李生今天换成椰浆了，这味道就像是夏日海滩上跟美女一起涂防晒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然后就小火慢慢炖。等待期间，李生打算再用青椒做道凉菜，可惜离开会只有10分钟了，他得作为员工先进会议室准备迎客。第一个进来的是樱井，李生礼貌地向他打了个招呼，不由自主地赞叹她真漂亮。如果可能，希望会后能跟樱井单独聊聊。心里这么想，他不知不觉越靠近屏幕里的樱井。会议一结束，他还有点恍惚，一转眼聊天室就剩他俩。你之后有空吗？我们能单独聊聊吗？好的。樱井一直想跟李生聊天，但找不到机会。刚才会议室李生的摄像头掉了，无意间映出桌上的青椒，樱井就顺势问李生喜不喜欢烹饪，又探寻如何用青椒准备凉菜，还端出1罐啤酒，邀请李生共饮，隔屏畅谈，完全是个傻气美女的模样。得悉李生不仅有凉拌，还有椰汁炖菜，樱井更是兴奋不已，说他快到李生家了。视频一段，李生家的门铃立刻响了，樱井真的来了，他在帮忙搅拌椰汁炖菜，李生忙着做凉菜，把青椒切开，去籽去芯，压扁后切成条，拿一个塑料袋，加点盐曲，放些炒芝麻和芝麻油，再加入焯过水的青椒条，摇匀后放进冰箱冷藏就行。一张简单的小餐桌，对面居然是心仪的人。3000天来，李生第一次这么心跳加速。他们正享受着美味的椰汁炖菜，海鲜配椰汁真是完美，凉菜清爽又美味。看着樱井吃得那么高兴，李生提到冰箱还有布丁可以当甜点，但就在他取布丁的时候，桌边的樱井突然不见了，现在面前只剩下电脑里的女上司。这一幕超级尴尬，那个我肯定吃不到。你的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原来和樱井的所有事说的话都只是幻想，但即便这样，他还是度过了个很愉快的下午。男人已经单身3018天了，所以哪怕只是超市逛时，看到米袋上的美女贴纸，也足以让他夜里胡思乱想，幻觉那美女就站在他身后，暖暖的牵着他手共享一大碗米饭。在电器厂打工的李生，每天都要忍受老板的批评，他多么渴望能得到一次表扬啊！下班后，他有时会去参加地下乐队的贝斯演出，多数时候我会买菜然后自己做饭，烹饪出美味的料理。李生有一套特别的生活准则，只买超市的打折商品，再有8分钟超市就促销了。李生一进超市就看到了打折的新蟹现产月光大米，原价不含税2250日元，现在含税仅需1647日元，简直太诱人了。可李生最后关头选了张贴美女图的大米，为了道歉自己的心血来潮，他得做份生姜烧肉，好让大米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然后他走向肉品区，时间一秒秒过，终于到了打折时刻。眼前的店员阿姨拿出非常诱人的打折贴纸，仿佛在考验他一样，频繁搅乱李生的心情。但最终他还是买到了打折的煎饺肉。一回家，李生马上从冰箱里取出冰啤酒，一喝大解一天的疲惫。然后他拿着大米的袋子傻笑，原来李生有一本菜谱，里面贴满了这位大米美女的各种照片，真是对他情有独钟。新买的大米呈现出半透明的闪白色，小心的用祈祷手势洗米，在米饭煮之前准备一下生姜烧肉，洋葱切丝后用凉水冲一下，生姜磨成蓉，再加入酱油、料酒和糖，搅拌均匀，调成酱汁。洋葱切薄片，接着要费点功夫给猪肩肉松肉切筋，只需用菜刀轻轻切几下，这样肉就不会缩水，做出来的菜也更漂亮。撒点盐在新鲜紫苏叶上，然后把2片叶子叠起来，轻轻摩擦切碎，接着加入2勺白芝麻。紧接着是今晚的重点步骤，用中小火煎烤煎皮肉一面，翻面时在锅里空白处加洋葱和已调好的酱汁，
之后烹制个人喜欢的程度，生姜烧肉，同时米饭也炖好了，混合米饭和刚做的芝麻紫苏。晚饭已经做好了，李生看着食谱傻乐的时候，大米美女突然出现在他房间，打扮得跟新贴纸一样，讲着地方口音，一边说一边帮忙把菜端到桌上，还准备了冰镇的大麦茶和蛋黄酱。那我们开吃吧。米饭融合了紫苏叶和芝麻的香味，是3种味道的完美结合，蘸着蛋黄酱吃生姜烧肉更加独特，味觉体验非凡。甜辣的生姜烧肉配上刚煮的白米饭，这简单的美味真是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大米美女对李生赞不绝口，如此珍视食物的人肯定很棒。工作不顺利也没事，因为他做菜时总是满怀信心。然后他又去要饭，大米美女突然出现在李生后面，他抓住了李生的手，一起做饭。温暖的氛围让李生全身发麻，剩余的米饭被李生握成了几个饭团。大米美女想带3个回家，给她的另一半尝尝。原来她结婚了，这让李生感到非常尴尬。当他回头时，大米美女已经不见了。这时他的电话响了，是乐队成员打来的。可能有个成员不想继续做乐队了，可能是被挖角了，或许是追求更高的梦想。这样一来，李生生活中仅有的2份快乐又减少了一个。大家都喜欢看《晚影厨房》里美信的喝酒烹饪，剧中的男主就像男性版美信，吃饭前总要喝口冰镇啤酒。打工族李生3000多天未谈恋爱，生活里只有2大兴趣，一个是自己做好吃的，第二个是在休息日去参加地下乐队的贝斯表演。但乐队主唱突然单飞，经理人把责任推到了李生身上，因为他是乐队唯一有工作的成员。经理认为李生精力分散，因此建议解散乐队。李生回家时非常失落，突然听到有人呼救，原来是个韩国美女，衣领被树挂住了，快来人啊，她被树干勾住了。李生温柔地帮她摆脱树枝，并在她差点跌倒时及时抱住了她。女孩羞红了脸逃走了。李生回家前按惯例去了超市，今天他乐于助人，想搞一顿硬汉风的晚餐。今天来个烤肉如何？感觉最近少吃了不少蔬菜，还是应该多吃点蔬菜。那种菜肴既能吃肉又能吃菜，这会是什么呢？李生不经意发现特价的泡菜，他决定今晚就吃泡菜火锅。注意，大葱买1送1活动开始了，这种优惠可不能错过。李生肯定不会错过这个，于是他和一群家庭主妇急忙过去看。这时他注意到地上有个苹果，正准备捡起，却不小心和一个韩国美女撞了个满怀。看起来他们今天还挺有缘的。不过这点缘分也没妨碍李生抢回好几束大葱。他一到家就戴上围裙，拿出大锅，开始煮一锅香味浓郁的泡菜火锅吧。要吃这么多大葱，得做成好吃的菜啊。葱洗净切成细丝，在水中浸泡去掉辣味，再切一段葱做葱花。要用这些葱来做泡菜火锅。低筋面粉、土豆淀粉加点鸡精，加入一个全蛋，加酱油调味，水搅拌至面糊无颗粒，然后加入泡过的葱丝。如果感觉颜色不够鲜艳，可以撒点胡萝卜丝。平底锅里加点油，倒入适量面糊，摊平，吱吱声和香味四溢。俩面煎至金黄酥脆，然后切块准备上桌。这时候那个韩国美少女突然出现在李生背后，看起来还有些醉意。哥哥，我饿了哦。首次有醉女孩来到李生家，她嗅到了屋内的香气，立刻抓起一块饼吃了。这味道让她想家和妈妈。女孩介绍自己叫秀雅，她来日本学习时尚商业，学完计划回韩国开店挣大钱，好让辛苦的妈妈能休息。把豆腐切小块，五花肉撒些黑胡椒和盐，先在锅里加点芝麻油，然后用豆瓣酱爆炒五花肉和葱末。这种做法让菜香气四溢。猪肉一变色就加料酒和蚝油，再加鸡精和酱油调味，别忘了关键的韩式辣椒酱。之后倒入足够的水煮炖，水开后加入豆芽、菌类和豆腐，最后放入灵魂所在的辣白菜，再炖5分钟就好。时间到，掀盖儿，香气迅速弥漫了整个房间。今天的我也算是累了，喝下一口冰啤，好像把一天的劳累都洗去了。泡菜味儿美妙地融进了豆腐里，就像五花肉遇上泡菜，它们之间的缘分真是深厚，味道非常配。大葱煎饼外酥里嫩，油亮亮的，吃着特满足。秀雅一眼看到电视旁的贝斯，她说想听李生弹一曲。李生一拿起贝斯，就仿佛换了个人似的，帅气又自信。因此秀雅也想让李生教她弹贝斯，这让李生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弹贝斯的感觉。那时还是小学生，觉得贝斯特别沉，但每次弹出音乐都很兴奋。此时他沉浸在那些往事中。秀雅消失在房间里了。李生转身看向餐桌，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梦？他意识到自己既不想放弃贝斯，也不想离开乐队，于是第二天又和队友们聚了起来。他说自己想要一直在这个乐队弹贝斯，虽然距离演出只剩5天，而且主唱还没找到，
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不解散，总能找到办法的。那碗里生又在超市抓了盒泡菜，多谢。隐居深山的作家阿勉，过得自耕自足，四季更迭，节气更替，只在自家地里采摘应时的蔬果。立春了，万物开始更新，但山里仍覆盖厚雪。清早，女编辑针织子从城里来，坐在炉边，寒意渐消，坐在蒲团上啃个柿饼，喝完抹茶，尘土飞扬的旅途顿时被抚平。当然还得来点酒暖身。年底剩下的泡菜味道刚刚好，炭火快灭时，芋头正好能上舵。烤芋头的内皮才是精华，随便丢弃显得太浪费。沉醉美食中的针织子赞不绝口，险些忘了此行目的是催稿。阿勉啥也没写，只好施老男人之计。针织子推开门，递来几张稿纸。文章还没写，先得想个标题吧。这是编辑的最后固执。阿勉沉思了一会儿，写下了心里想了很久的标题：吃世的13个月，吃土的12个月。惊蛰，万物苏醒，阿勉的写作技巧也渐渐恢复了。他打算把山里的生活写成系列，这是针织子的提议。9岁时，因家里贫穷，阿勉被送到禅寺帮工，在那儿，他短期内学过一些素食料理。针织子希望他把这些经历写下来，阿勉却感到没什么信心。他13岁那年就离开了禅寺，并没有学会多少厨艺，种田也只是靠自己摸索。现在既然生活在这里，他决定亲自试试看。学习是实践的起点。道元禅师在《点作教训》中提到，禅寺里的厨师僧侣，淘米洗菜，亲力亲为，每顿每餐全心全意备至，绝不能马虎或懈怠。这种严格的做事态度，阿勉深信不疑。但不久，锅里的米饭嘶嘶作响，溢了出来。慌乱中的阿勉只得急忙从火炉里移开柴火，菜肴的种类得和自然协商确定。这是寺中的老话，所谓精进，就是把空荡荡的厨房变出饭菜。因此，厨师需将厨房与大地密切联系。吃应季的蔬菜就是吃土，菠菜根难洗净。小时候的阿勉常直接切掉丢弃，师傅看见了也不生气，只是拾起来提醒他，不要丢掉最美味的部分。把菠菜清洗后焯水过凉，搭配米饭和炖菜，一半给狗狗，自己吃一半，饭菜分外香。清明时节，春天的序曲已响起，阿勉走出家门，前往山里。溪流潺潺，水禽依旧在原地生长。去年的今天，在这同一个地点重逢，不禁令人感慨。雪融草发，一切生机勃勃，河边弥漫着黄瓜的香气。向阳之地，蕨菜翠绿欲滴，斜坡上隐藏着珍贵的土当。整个冬天，它们在沉睡的土中发出生命的声响，好像一场盛大的庆典，感觉特别安心。寒冬已逝，春天正是品味美食的好时节。上山摘木芽，然后带回家。正在修理屋檐，他是附近的木匠，喜欢在山里散步，采集野菜的地点和方法都是向他请教的，因此都叫他师傅。或许是因为阿勉的爸爸也是木匠，每次听到修理东西的铃铛声，他总感到心里很平静。高两人一起在院子里休息，他们在院子里休息。阿勉把新摘的竹笋用油纸包好，置于刚搭好的小火堆上。不久，火焰渐熄，从烧成灰烂的火堆里挖出竹笋，就能吃了。这种烹饪方法虽简陋，味道却很赞。这种做法简单粗暴，却十分美味。这是父亲独特的绝技。小时候去山里干活，舌头每到中午就摘些野菜，随后烤着吃。可能这就是穷人的机智吧。阿勉如是说。月亮升起，樱花满开。夜晚，阿勉回想起吟游诗人西行法师所写的诗：逢2月满月，期望春花之下辞世。西行法师如愿，在满月的夜晚与盛开的樱花共赴黄泉，多美好的结局啊！阿勉心想。立夏时，喜昌蒲早已去携避祸。阿勉仔细打扫了房间，在耕作和扫地时，他逐渐领悟到，生活就是不断劳作，身体一动，肚子就肚子饿了，饭就更香。闲时，阿勉拜访了岳母。岳母是个古怪的人，因和儿媳不和，他独自住在山里，依靠耕作为生。家简陋饭简单，却也宁静自得。腌菜款待客人，山椒酱仅自己享用，老人乐此不疲。阿勉好奇山椒味，被老人阻拦。这东西不是你这种大佬吃的。阿勉无奈放弃。他记起妻子八重子也爱这味，连家里狗都叫山椒小。妻子去世13年，阿勉迟迟未决定埋葬法。老人催他赶紧整修墓地，毕竟长期把骨灰摆那里不太好。阿勉有点愧疚的垂头。临走时，他带走了一大桶味露，还有老人为纪念女儿准备的粽子。老太太说话啰嗦，但关门倒挺麻利。傍晚，饿了，阿勉拿起了亡妻的粽子，一边写作一边狼吞虎咽的吃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小满生机盎然，阿勉又一次走进了山林。每当那摇摆的竹林出现，儿时的回忆就涌上心头。最初离家时，
他对妈妈把自己送到京都的寺庙感到怨气满满，但渐渐的也为孤独的生活做好了准备。那时每到竹笋季，他总会和师傅一起去往山中竹林。他至今记得爸爸教的挖笋技巧。品尝美食时，往事常不自觉地被他咀嚼回味。土地和回忆的结合，总能让美食更加美味。笋子入锅时，真之子刚从城市来，鲜嫩的竹笋配上新鲜的花椒叶，餐桌上两人尽情享受，佳肴确实让人心满意足，夜晚，阿勉的鼾声很快响起，而真之子似有所思，难以入眠。白天，他们在庭院播下了种子，看着笨拙的赶鸭的阿勉，真之子笑得像个淘气宝宝。芒种时节，夏日暴雨准时来袭，雨后山间的梅子熟了。相传烟梅能驱除不幸，阿勉深信这一点。他是跟着和尚学的烟法，可能还有些神秘的效应。烟梅时，阿勉不知不觉会念心经。禅宗故事中总离不开梅干，既能填饱肚子，又具有药用效果。和尚们都把它当作珍品，积极囤积。小时候在寺庙里，一个叫竹安的和尚一家特别照顾小阿勉。后来竹安和尚去世了，他的妻子智金子女士只好带着女儿离开。这些年，阿勉一直在找寻母女俩的消息，没想到再次得知消息时，却是智金子女士去世的噩耗。大家总是热衷于求富，但感怀并不会改变人生经历。不久，智金子的女儿来家里拜访，她带了60年前父母婚礼时一起做的梅子。岁月隔断，每颗梅子承载着旧日深情。在这平静的夜晚，阿勉竟忍不住落泪。立秋时，听着秋蝉的声音，高兴地采摘园里的果实和蔬菜，然后放入桶中进行腌制。几天后就能品尝到季节特有的米糠腌菜。处暑时节，谷物熟了，阿勉在院子里敲打芝麻干。这时他妻子的弟弟和弟妻来访，这对夫妇平时很少来，这次忽然拜访，必定有所求。阿勉心里暗自猜测。果不其然，两人话还没说几句就切入正题，请他去山上探望岳母，因为弟媳最近因为年经事去看过，结果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应答。两人感觉有些不妙，想叫阿勉去核实一下。他和老人的关系最亲近。阿勉到的时候，岳母已经在小屋去世，小舅子的房子很小，他们想在阿勉家安排葬礼，这真不合适。人走了，总得办葬礼。这么想，阿勉便同意了。办葬礼时，真之子正好赶回来，有狗帮忙，守夜时的饭容易准备多了，并且老人生前喜欢独处，想来处几个亲戚，村里人可能不会参加。于是阿勉和真之子开始在厨房忙起来。木工师傅过来帮忙做棺木和祭坛，至于遗像，挑一张就行，尺寸就让照相馆的小伙子定。但出乎意料，简单布置的灵堂竟显得很气派。这样送别逝者，他一定会高兴。师傅笑着说，守灵的人也比预期的多了许多。夜晚下，乡亲们轻声交谈，彼此问候，仿佛在庆祝节日一样。阿勉和真之子忙得不可开交地准备晚餐。这对夫妻没请念经的和尚，只能阿勉亲自出马。他会的心经竟不期而合的适合这个葬礼。经声中，村里人把自己做的美食摆在祭台上表达哀悼，大家在餐桌前赞不绝口。弟媳尴尬地叫出了在厨房的阿勉，芝麻豆腐，平常的餐食也能做得美味又用心，这可真是不错的冥界纪念品啊。饭后大家聚集一起为逝者祈福，厨房里的阿勉还在忙个不停。守灵夜漫长，他得确保大家都饱餐一顿。岳母生前虽孤僻，但十分懂得人情世故，几乎每个人都曾向他学习制作味赠的技巧，乡亲们都很喜欢他。看到他那无能的儿子，大家偶尔会表示些不满，多亏了你妈，我们每年才能吃到美味的味赠。他虽不靠谱，但得认可他的本事。儿子乖乖的点头应和。葬礼上他什么也没做，自然也无法体会这味赠带来的深意。阿勉用岳母留的味赠给大家准备了美味的鸣鹤和饭团。灵堂前，遗像里的老人望着笑谈的人们，眼神仍旧锐利。葬礼后，夫妻俩不想把岳母骨灰带回家，阿勉只好让老人陪在妻子身边，这也算是母女的一次团聚吧。妻子去世13年，感情自然淡了。不知何时开始，阿勉和真之子渐生情愫，但到了这个年纪，更多是欲望，而非爱情。秋天来了，白露润物，山间散步，经过红土地，勾起很多往事。小时候，阿勉家就住在墓地边，他父亲是个做棺材的木匠，他常作为小和尚在葬礼上念经。从小他就习惯了面对死亡，每次念经，阿勉总能见到火化炉，写着特级与一般的标签。人都走了，还分什么高低？真是又奇怪又悲伤。小时候，阿勉觉得那些白色的骨灰盒就是批量制造的无聊东西，所以他这个年龄就想自己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骨灰坛。可惜身体在准备迎接死亡时垮了，正好真之子来了，把他送上了急救车。一瞬间，阿勉以为自己命将尽，但昏迷3天后他又醒了。
真是幸运，他心脏坏了2/3，活下来的几率只有1/1000。秋天，彼岸花开满，阿勉回到家里，已经没了往日的活力。妻子的遗像上积满了灰尘，他朝窗外远山望去，感受到一阵凄凉。他问真之子自己在救护车上干了啥，真之子答道：就一直喊我不想死，这年纪了还这样，实在太丢人了。阿勉决定和真之子断绝关系，孤单一人反思自己为何恐惧死亡。真之子有点生气，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那是无可奈何的吧，毕竟人的一生都要独自走到底，生来孤单，死也一人。阿勉平静地回应。真之子愤怒地走了。夜晚降临，四周静悄悄的，阿勉仍在思考死亡。人迟早都是一死，经历这一切似乎无意义，不如不生。但有时我又想，正因为我还活着，还坐在这儿，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意味着一切化为虚无，只剩下死亡。多矛盾啊。他在草稿上写下与死神友好共处，但怎样才能做到呢？日复一日，深思熟虑，可阿勉始终无解。禅宗教人断绝所有执念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想达到随缘可能不易。于是阿勉决心亲自去感受死亡。他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轻声告别这个世界。生命临终，他眼前浮现出一片山林，即使黑夜一片漆黑，万物依旧生机勃勃。阿勉最终没能离开这个世界。再次开门，正遇朝阳升起，一边照常忙家务。花儿虽美，但终会凋零，谁能永驻这世界？跨过深山的今天，不再留恋虚幻的梦境。午后，阿勉清唱歌谣，独自划船在湖中，为妻子和岳母撒下骨灰。人生短暂，终将告别。随着霜降，秋天逐渐深入，霜开始落下。真之子再次开车过来，这次是来道别的。这段时间里，他和另一个作家订了婚。阿勉看起来很淡定，尘世的爱欲对生死来说可能已微不足道，生死或许已不那么重要了。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妻子的骨灰？离开时，真之子提了个问题。阿勉沉默不语，真之子也就不再追问。车子慢慢驶离，又是一次平常的告别。立冬了，冷风起，植物枯黄。阿勉还在思考怎样与死神共存。各位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每晚睡前，他总习惯这样和世界道别。梦中雪纷飞，一片寂静，醒来时到处都是一片洁白，真清爽。冬至得补充营养，希望身体健康。阿勉何时致谢，感激门前的食物，这些食物会帮他度过漫长的冬天。洗菜、煮饭、切菜如常，仿佛一切未变。人生简化，无忧无虑。既然仍在，就这样维持，继续生活吧。领悟人生深意，只忙于生离死别，往往不禁感叹，时间真的好神奇。年轻时候，我们总爱追求那些华美复杂的生活，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塞得满满的。到了年纪稍长，却领悟到，人生的重要事项除了生老病死，就只剩下日常的饮食。所谓的禅意，或许就是尽量追求简单。就像阿勉对死生的深思熟虑一样，人的终极追求简化后，也不过是放宽心。无论现在是哪年，不管何时离开，都要好好享受日常和饮食，然后日复一日的继续生活下去而已。